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Dustin。我们今天呢要来讲一个在2023年第四季的时候，很多同学会面临的一个问题。第四季是 GMAT 旧制跟 GMAT 新制 Focus Edition 新旧并轨的时期，在11月7号开始可以考新制。可以。那旧制的话呢，则是在明年年初的时候退场。所以这个时候，同学就会在犹豫说，到底我要现在去考旧制呢，还是说我要专心准备新制就好？今天 Dustin 就要来跟大家分享新制跟旧制你可以去做决策的4个点。第一个，我们可以从这边明显的看到。最多同学发现的是科目的变动，在新制里面呢，写作跟 SC 被拿掉了，IR 被加进了总分的1/3，而其中呢 DS 并入了 IR 的一部分。那这背后的意义有3个，当然第一个，你可以看你的 ESR 里面 SC 跟 IR 各自的强弱之分。如果你的 SC 比较强，IR 比较弱，当然旧制就比较适合你，你就要把握这个窗口期。反之，如果你的 IR 比较强，那么新制就是比较彰显你的实力。其实还有另外的意义是同学们很多都没有看到的，SC 它背后所关联的能力。主要都是文法呀、虚构啊，或者像是惯用语呀这种能力，可能只跟写作有关联，但是跟阅读跟逻辑的关联性却不大。然而，如果在心智里面被加进来的 IR，各位有做过 IR 的同学一定知道，IR 就是数学 reading 跟逻辑的结合，对吧？好，比如说 table analysis 跟 graph interpretation，其实就有很多解读数字的能力。multiple source reasoning 就是阅读的进阶版本，而 two-part analysis 里面也有一部分是偏逻辑思维的题目，所以如果今天你是准备时间落差非常大的考生，也就是我们常称的在职考生，你的平日的时间可能只有3到4个小时，而假日的时间相对较多。这个时候心智会更适合你，因为心智上我们不需要把每天长期锻炼的任务多分一块出来给那个比较独立的 MC，我们可以设定成平日练 RC、CR 数学，而在假日的时候再去练 IR 就可以了。因为 IR 的提升其实主要还是靠这3个能力的结合，他们的能力是有 overlap，所以如果你是在职考生的话，比较集中能力的心智更适合你。第三，如果你的 data sufficiency 的题目相对表现特别出色的话，旧制比较适合你，因为在旧制里面 data sufficiency 大概占了数学的一半，而数学又占了整体分数的一半，所以它的权重是1/4。然而在新制，它就已经在3个科目里面的其中一部分，这个科目是1/3 data insights，而根据我们对模考的实测，data insight 里面呢，真正有考到 data sufficiency 的大概也只有4到5题，也就是又变成了1/4。换句话说，在心智里面，DS 的权重大概就只占了1/12。所以，如果你的 DST 比较不好的话，心智比较适合你；比较出色的话，旧制比较适合你。我们刚讲的这3个面向，我们重新整理一遍：第一个，C 跟 IR 的强弱；第二个，你自己是属于在职考生还是全职考生？如果是属于在职考生的话，心智的能力准备比较集中，我们设计项目上可以比较简单一点，不会去占到太多的时间。第三个，DST 旧制对你是比较有利的。好，新制对 DST 的权重相对就减少了很多。刚刚讲的是科目变动，接下来讲的是整个考试 format 题目比例的缩减，大略上是等比缩减了1/3，这个就可以把它看成是跑道的缩短。那么这个有好有坏，各位可以去参照你最近的 ESR 的第5页。如果今天我们发现中间那个折线图每一个阶段做题的难度表现，如果你是前面高，后面突然掉下来，那代表你的耐力可能不足，对不对？你是一种短跑型选手，那么这个时候把跑道缩短对你是有利的。举个例子，如果今天你去跑3000公尺，在2500公尺的时候都会软脚，跑不动了，那么这个时候把跑道缩减成2000公尺，对你就是好事，对吧？当然有好就有坏，也有些同学是前面低，后面才被拉高，那你就是长跑慢热型的选手。那么这个时候题数减少成2/3的精致，对你来说就是容错率又变得更低了，更不利了。这是我们分享的第2个面向，观察自己是属于短跑型选手还是长跑慢热型选手。第3个面向，我们要仔细观察。表面上虽然是缩减了1/3等比例，但是实际上我们去计算每一题的平均时间，你会发现在 Verbal 这边算出来的平均时间，其实每一题多给你了9到10秒钟，平均加了8%的时间。数学这边的平均时间呢，则是每一题给你的多8到9秒钟，平均也是加了7点多%的时间。而只有 DIT 每一题平均减少了5秒钟的时间。所以，如果你原本有8%左右的 verbal 题是2到3题是赶着写的，那么多给你这8%的时间，就可以让你好好的把这些题目处理完，对吧？而如果你原本数学有1到2题是赶着写的，那么这个时候多给你这7%的时间，就可以让你处理完。但是，如果你原本不止2到3题，不止1到2题，而是可能8到9题，甚至整个考试的后半都赶着写，那么这个时间对你来说就是杯水车薪。我们仍然要从底层开始加强自己的阅读能力、阅读速度、计算速度跟逻辑思维能力。最后一个，心智里面，它可以让你在所有题目都选完之后，你一样还是要选，不能跳过。但是全部题目在那个 section 选完之后，你可以回来 review，可以最多改到3题的答案。它有没有好处呢？看一下，如果你原本的做题速度都不足以支持你第一遍好好的写完，你又何来多余的时间回来去检查前面不确定的题目？所以总而言之，我们重新复习4个面向。第一个，科目的变动，观察你 ESR，在 NC
IR 还有 DST 的强弱项，来确定哪一个考试比较适合你，或者你是在职还是全职，也会影响你对这2个考试的选择。第二个，跑道缩短是好还是快，要看 ESR 上你的折线图表现来确定你是短跑型还是长跑型的选手。第三个，如果你仅仅是最后2到3题、1到2题赶着写的话，心智对你明显有利，否则不管是心智或旧智，我们都还是要加强整体的做题效率。第四个，如果你能够让自己做到做题时间稳定有余裕的话，那么心智的新功能可以改答案这件事就非常适合你。反之，如果你第一遍都做得非常吃力，时间没有余裕，那么这个功能对你来说就等于是没有一样。希望以上的资讯可以帮助大家客观的分析自己到底要去考旧智，还是可以安心的去考新智。我是 Dusty， 我们下次见，拜拜。